我千里迢迢来到上海，进入丰腾，认识了齐帅，这算不算是一种缘分呢？他是总监，我是助理。哎，这就好比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星星啊！要让他正眼的看上我，那还真是要有逆天的奇迹呢。我是相信奇迹，但我不相信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了。徐珊珊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我怎么会想到老板呢？虽然能坐上老板的跑车是个奇迹，但是老板那么冷血无情，一定是非我族类。徐珊珊，醒醒吧！你不要总是想着这种不靠谱的事情了。现实是你就是一个小小的财务助理，扮演的挑菜公角色的财务助理。强狂三苦。打过来血脂好了。取个解气的名字。有了。打完 BOSS 好睡觉。太适合了。每天中午都让我到办公室挑菜，全集团都知道了，我还要不要做人呀？挑好了。老板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财务助理，你有那么多秘书呢，就比如说阿妹聪明伶俐，啊，像挑菜这种高难度的技术活，她再合适不过了。那挑起菜来一定是如有神功，稳准狠毒。可是阿妹是哈佛毕业，你觉得你跟她挑菜这样的工作，谁更适合？我最适合。继续。哎呀，完了！哎呀，不行，要死了！快！让你家主人黑头。哈佛毕业的挑菜就可惜，我挑菜就不可惜。我这10根芊芊玉指，将来是用来指点江山、宏图大业。让我过来给你挑菜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琳娜，帮我请一个纯语老师。好的。我走。老板，
姐今天重感冒，不方便上来用餐了。好。等等，你要给你找的资料。哎，我是听说，最近你的午餐都是跟薛珊珊在一起吃啊？然后呢？还然后呢？你也太不够哥们儿了吧！我可是惦记你们家厨师的手艺很久了，你怎么不给我带个盒饭啊？你应该不缺女孩陪你吃饭吧？我估计如果我排队的话，应该排到下个月了吧？那么想吃我们家厨师的饭，去我们家吃啊。陪我吃饭的女孩呢是不少，但是陪你吃饭的女孩就一个薛珊珊啊。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人家了吧？行，不问了，问多了反而坏事儿。你要想告诉我呢，肯定会跟我说的。不过我提醒你啊，你们这个午餐的单独约会太特别了，搞得整个集团里面都流言蜚语的。这个薛珊珊可是还没有过试用期啊，收着点儿。我猜啊，薛珊珊今天就是这样感冒的吧？就是想好好吃个饭，有那么难吗？珊珊，今天怎么没有去老板办公室吃饭啊？我感冒了，感冒传染给老板不就不好了吗？估计这感冒10天半个月都好不了了。是吧？你们离我远点啊，别回头传染给你们。老天保佑，让老板找到挑菜挑得更好的人，最好是把他服侍到完全忘记我薛珊珊的存在，那这场病生的也就值了。空气清新。好香啊！好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面了。穿这么傻，你也不怕着凉？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面了。方便面也能吃得这么开心，真是没心事。太香了，终于告别猪肝了。吃饱了。
你要辞职？是的，我考上了 CPA， 准备进入会计师事务所了。你考上 CPA 了？你准备了多久2年。好棒啊！恭喜你啊，陈娟。哎呀，你这个也太突然了。科长，您放心，我呢会做到年底，你有充裕的时间找人的。程娟，恭喜你啊！你真的好厉害。我知道，我向来呢是靠实力的，不是靠关系。珊珊，程娟一向都冷冷的，说话特别毒辣，你可别放在心上。啊，我没事啊，我没放在心上。反正我也不是靠谁的关系，我靠的是自己的热血。哎，也是，考上 CPA 是每个会计的梦想。哎，不过珊珊，你在我心里真的已经很厉害了。你跟老板能够把关系处得很好，说明你很有职场人际关系的天分嘛。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再说了，那些什么主任呐、什么科长什么的，他们一年能见上老板几次，对不对？那倒是，我要感谢我爸妈给我一个不一般的学习。哎，对了，珊珊，你去哪儿？我坐公交车回家呀。你都跟老板一起吃饭了，为什么不让老板送你回去？再怎么样也要让司机送你回去吧？我不是跟老板真的吃饭，我那是什么？我是个挑菜工，这叫我怎么说得出口啊？我不能说。其实是老板利用了我午休的时间，给我安排了秘密工作。秘密工作？什么秘密工作？既然是秘密，那肯定不能说啊。总之就是这个工作就是事关丰腾集团的大秘密，所以我打死都不能说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珊珊，哎，等等我呀！我就在书店待会儿就回去。饭局少喝点啊。好，爱你，拜拜。怎么样？哎，对了，阿佳，那个我约了我堂姐在这附近吃饭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啊，好吧，那我们明天见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没营业。我是薛小姐，冯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下班啦？平时爱不爱逛书店啊？还行吧。其实我是看着你进来，我才跟着你进来的。真巧啊！下次我们书店开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过来捧场哦。这里是枫叶小姐开的书店啊。这个书店呢，是我跟我姐妹淘一起开的，现在已经到第3家店了。我其实只是投资，也不太管事儿。我姐妹淘去德国了，选书，隔2天就回来。最近装潢嘛，我就帮忙盯着。哎，你看这儿挺大的吧？我还准备卖咖啡呢。原来枫瑶姐去欧洲就是为了书店的事儿啊！果然，你们成功人士都是全世界各地到处跑的呢。欧洲啊？大老板说你去了欧洲啊？对呀，我就是去了欧洲，我昨天刚回来的。你看这时差，真的，哎呀！枫瑶姐，我真的是每天都期盼着能见你一面呀。真的？我想可能大概是你太忙了，还没来得及交代。那个，其实就还是上次的事情啦。能不能拜托枫瑶姐以后别再拜托别人给我送盒饭了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财务助理，真的是承担不起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是我忙忘记了。我出国之前啊，应该交代大厨不再给你送盒饭的。这段时间真的是难为你了。你看你都没有跟自己的好伙伴一起吃饭聊天，是吧？也是，其实咱们集团员工的餐厅菜色都特别好，干净卫生，营养均衡。好的，我记下了，我回头就跟大厨说。谢谢枫小姐。哥，你来啦。
大老板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珊珊经过这里，我让她进来陪我坐坐。那个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你慢慢聊。大老板再见。哎，你们等一下，薛珊珊。大老板，你感冒好了？啊？还没好呢，你可离我远一点，我可不想传染给你。如果传染给你的话，那罪过就大了。所以那个挑菜可能也……知道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安心的上班，不需要再帮我挑菜。好好的保重身体。就是说，我以后再也不用上楼吃饭，再也不用挑菜，我就这么解脱了。最后一次帮老板挑菜是什么情景啊？你看上哪个菜了？要吃自己夹。你的意思是你不夹？让我帮你夹。有什么话慢慢说，不用着急。今天这个牛肉不错。啊？今天这个牛肉不合你的胃口？老板，那个，我怎么能抢你的菜吃呢？牛肉这么好吃，那你多吃点吧。没关系，你多吃一点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老板，汤匙算工伤吗？你这是算还是不算？薛珊珊，对不起。原来那是最后一次帮老板挑菜啊！解脱的感觉！好空洞。你怎么还给薛小姐送饭呀？不是你让我送的。哎，我满月酒的时候介绍那么多名媛给你，你谁也看不上，唯独挑了薛小姐做身边，啊？因为她是你恩人。太伟大了！哥哥以身相许，替妹妹报答恩情，好感人呐！从我进丰城以来，没见过这么潦草的报表。就算你打算离职，当一天和尚也该撞好一天钟。这是考上 CPA 的水平吗？
薛杉杉没有给我数据，报表当然不完整。珊珊，你没有给陈娟资料？我已经给了。半夜12点才寄给我的资料有用吗？难道我就活该半夜起来做报表是吧？那是因为……对不起，一句对不起你就想蒙混带过，明知道封腾是讲究高效的，既然你学历没有别人好，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跟上别人的速度跟效率呢？动作慢还错误百出，你想让我忍耐你多久呢？我是要走了，可你有必要这么敷衍我吗？还想让我替你背黑锅啊？哎，陈娟，不要这么说。科长，我是要走了，可是凭我在这个岗位上4、5年的情感，我不得不说，薛杉杉还在试用期，你也不是不知道他是全凭关系才进来的，您是否应该谨慎考虑一下一个不适用职员的去留问题？我之所以下定决心去会计师事务所，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集团对职工的素质要求大不如前了。科长，您优秀了15年，还是个科长，一个助理呢，光凭借关系就能够松懈怠慢。如果集团把关系看得比实力重，那我继续留下来，恐怕也是前途堪忧啊，科长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就先走了。薛杉杉，怎么了？哭成这样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跟我说说，谁欺负你了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哭了，行。再哭成大熊猫了啊！没关系，我会转告琳达说报表晚1天交的。哎呀，真是的，珊珊根本就是吃闷亏了。陈娟要的数据也不全从她那儿来的，居然当所有人的面对大发脾气。什么报表？财务部报表啊。老板是财务部的报表，说是要晚1天补交。啊，大老板，刚刚齐帅有事情找您。知道。你以后注意点啊，上班时间不要乱讲八卦，
又不是不知道大老板最讨厌人家说长道短的了。可我也是打抱不平嘛。那要不要给你颁一个年度最佳八婆大奖啊？再举荐你去八卦周刊上班呢？宝峰腾喜欢什么东西？需要你承让吗？你说你不喜欢人家的，对不对？行，那我去追。职场压力大，有些同事吵起架来，就是会口不择言。你要是往心里去啊，那就是你傻。齐帅，你知道老板为什么要我挑菜吗？我一开始老被科长骂，他说我看起来蠢得像头猪，应该连试用期都过不了。你说，是不是因为我给风小姐献过血，老板不好让我走，才会想到这个奇怪的工作给我呀？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？是，你是对风小姐有恩，但是报恩的方法有很多种吧？风家有的是钱，有的是办法，怎么会录用你来报恩呢？况且身为一个大老板，怎么会管到一个小助理的去留啊？你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了，还以为你变相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其实就算是我不认识的人要我献血，我也会义不容辞的，我不需要有任何回报。没想到风小姐帮我送盒饭，竟然惹来这么多的闲言闲语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怪老板，也不应该怪风小姐。嘴巴长在别人的身上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唉，看来科长说的没错。像我这种脑袋缺根筋的人，真的很难在职场上生存。你确定你脑袋只少1根筋吗？行了行了，别郁闷了。简单也有简单的好处嘛。像你这么简单善良，有些人啊，就是喜欢像你这样简单善良、特别的好女孩。你只需要好好的做自己，对自己有自信就行了。齐帅，这是在暗示我吗？那你觉得我特别吗？当然特别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2片相同的叶子，当然也没有2个薛珊珊啊。你就是独一无二的。对不起，我接电话。喂？怎么了？喂，你等等我啊！你骑那么快干嘛？今儿怎么了？喂，哎！哎，你以为你参加环马赛啊？啊！我追你的追求心肌梗塞了。你中午在楼梯间干嘛？楼梯间？啊，你看到了？你说风腾吧，虽然是一个高效率的公司，但是把员工逼得那么委屈、痛哭流涕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哎。他躲着你回来哭，很委屈吗？你吃醋了？吃醋？哼，真好笑。我只是好奇，怎么有人会在公司里边搂搂抱抱呢？那我们可不止搂搂抱抱啊，我们还单独约会出去喝咖啡呢。
你要不给我打电话，我们现在在一起，聊完人生聊理想，聊完理想聊爱情。玩真的呀？我们在一起聊你呢。不是我说你啊，哪有像你这么追女孩的？我跟你说，追女孩的方式啊，很多都很老套，但是就是屡试不爽。你用的是哪一招啊？每天把薛珊珊叫到你办公室去跟你一起吃午饭，你除了给珊珊招来一堆闲言闲语，还有什么用啊？你现在都快把珊珊逼得在公司待不下去了。我就是吃个饭，怎么了？还就吃个饭怎么了？你以为你是一个屌丝男没人搭理啊？你可是高富帅大 boss， 跟你吃个饭多了不起啊？还是你觉得你身为大老板，你拉不下脸来追人家？怎么了？说中了是不是？珊珊她的确很特别，跟我身边其他女孩都不一样。她很单纯，也很可爱。不过就是因为我是老板，人心隔肚皮，我不知道我们交往了以后，她会有什么样的变化。你说你哈，我们这么多年哥们儿，我不激你一下，你就是不跟我说实话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人哪有不变的？你看他怎么变，变化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也能理解你，身为丰腾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谈恋爱呢是应该小心谨慎一点，但也别太过了，你这样会伤害人家的，知不知道？你要是真喜欢人家，那你就追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妈，珊珊，哎，你怎么好久都没打电话回家报平安了呀？哎，是不是交男朋友了呀？珊珊，爸不是吓你，外面有很多坏男人，你女孩子一个人在外，千万要小心，别受委屈了啊！珊珊，如果有认识不错的男孩子呢，就带回家来看看吧，啊？对对对，带回来。你老爸有一副火眼金睛，什么妖魔鬼怪，老爸一看就看出来。你孙悟空啊，还火眼金睛呢！我跟咱们闺女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去，一边去。好啦，爸妈，你们就别操心了。你们真当你女儿是唐僧啊，那么有市场啊？还妖魔鬼怪呢。珊珊啊，那个在大城市生活呢，都挺不容易的。妈呢，也希望有个好男人来照顾照顾你。妈，公司的同事啊、主管啊，都蛮照顾我的。妈听你这么说呢，也就放心了。珊珊啊，在大城市生活可不比在家里啊，要多长几个心眼，知道吗？我这里不过就是忙了点儿，需要点时间适应。珊珊，你要真适应不了，大不了就回来，老爸养你。好，你们也要保重好身体啊，代我向爷爷问好。哎，好，那就这样啊，再见。这个世界，一天从人嘴巴里讲出的话实在太多了。我何必在乎自己不在乎的人说的话呢？只要在乎我的人是懂我的就好了。职场竞争本来就在所难免，身正不怕影斜，别人怎么说话那是别人的自由，能不能让别人闭嘴才是我的本事。人蠢的话，多花点时间做功课。
聊聊，你来了。我来还钥匙的。珊珊下午给我发短信，好像她最近工作不顺心呢。哦，哟，那我给她打电话，手机呢？都怪我玩游戏把时间给忘了，我这就去接她。接。打电话。哎，你不接呢？哎，他这又是哪一出啊？这口口声声说要追珊珊，怎么又跟你混到一块儿去了？啊？这玩的时间都不知道了，也太不靠谱了吧？没有，我俩什么都没有。你看我拿错衣服了。你是我的。你不接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哎，我手机呢？都半夜11点了还加班，这姑娘还真较劲。珊珊，薛珊珊，珊珊，哎呀，快醒醒！哎，你怎么在这睡着了？杜凡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几点了？都半夜了，还几点了？哎呀，11点多了。哎呀，开灯了。哎呀，门，我给你打，你怎么不接呀？杜凡。我就告诉你，你给大老板的妹妹献过血，也就是说你对大老板有恩。你现在遇到困难了，他出来帮你整整这些人的嘴，怎么了？他肯定帮你啊。恩情这种东西，就是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亲爱的，你彻底算错了。你以为大 boss 真的有情有义啊？就连送完晚饭都要我付出劳动力来交换的。别看他平常沉默寡言的，其实心里面那小算盘打的是噔噔响。我那几百 cc 的血恐怕早就不够用了，别说恩情了，恐怕现在已经是负血量的状态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要是忘了，你提醒他不就完了吗？哎不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以后坚决跟他不能有任何瓜葛。他吃他的私房菜，我啃我的午餐包。哼，而且我还要给齐帅争气。齐帅？哦。我今天看了一下午的资料，我觉得心里面特别有成就感。等我喝完这瓶蓝雪人的超能量，我就能原地满血复活。来吧，都预祝我的成功吧！
我觉得我的体内顿时又充满了力量。薛珊珊，加油！那我去睡觉了哈。谢谢晚安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薛珊珊，好好睡觉。太好了！哎，你们也过来。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，一投入就害怕失去。如果开始是